辣焖明太鱼。我来到中国朝鲜最大的边境城市辽宁丹东市，探索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朝鲜。花218元竟能住到这样的豪华跨国江景房，这里的边境风光和朝鲜族美食有多令人开眼？隔着几百米的鸭绿江看到的朝鲜第4大城市新义州，究竟是不是想象中的样子？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会想来这里旅行吗？大家好，欢迎和阿树开始寒冬时节的中朝边境旅行。来到了中朝边境，大家看得到漫天飞舞的小黑点了没有？这是沈阳的一个祥瑞之鸟啊，乌鸦啊。能听到它们的叫声。我将从辽宁沈阳市将要出发的地方呢，可以说是期待已久。去年我在广西防城港拍视频的时候呢，就查到资料，中国唯2个既沿边又沿海的城市，一个是中国广西省的东兴市啊，跟越南接壤；另外一个呢就是辽宁的丹东市，跟朝鲜接壤。那么丹东市地处鸭绿江跟黄海交汇处，是中国最重要的沿海、沿江、沿边城市之一。这里既是全国面积最大、辽宁省唯一的边境城市，也是连接中国跟朝鲜的主要陆路通道，是中国朝鲜最大的陆路口岸，面朝朝鲜第4大城市新义州市。经过1个半小时，从沈阳来到了边境城市丹东。现在是东北的12月初啊，下午的4点多，天就基本黑了。刚出丹东火车站啊，最显眼的就是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一座金色雕像。哦，丹东是下雪了的，要比沈阳要冷，沈阳还没看到雪花。OK， 住这家酒店啊。订了一间江景房，隔着鸭绿江能看到对岸的朝鲜，好期待。301，就这个房间。哦。开箱在丹东碧网住的一个，进来左边是衣柜，挺高的呀。这里是换鞋的，这样可以啊，干湿分离啊。大家看一下。我在沈阳住了好多天，就是等这个羽绒服啊，因为太冷了。然后如果继续往北的话，往长春、往黑龙江的话呢，一定要穿很厚的衣服啊。我等这衣服等了2-3天，然后今天等到了，然后就从沈阳出发丹东了，然后接着就一路北上了。我看商家的宣传说它能抵御零下40度的一个极寒气候，因为去年我去根河的时候还不是最冷的时候，最低温度也就零下30度嘛。那么今年呢，可能我们会经历零下30多度、零下40多度的一个低温啊。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很好的衣服装备的话，真的有点心惊胆战的去到北方，因为真的冷的要死。这还有个这个叫书房吧哈，面对着2瓶水，2个窗户的，这个窗户没有金色。在这里剪视频啊。好，我们看重头戏来了，就是这个
川景啊，那里就是鸭绿江啊，鸭绿江对岸就是朝鲜的城市，还是能看到对岸建筑的一点点细节的。好，这个房间还有2份早餐。现在呢是属于丹东的淡季了，每年的5月到10月份属于是丹东的旺季。这个房间淡季订到的话是218元。这个马桶还是电动的。这个扫地机吗？哇，开窗，外面好冷啊，能看到地上有一些积雪。那名司机说丹东其实挺宜居的，因为冷不是很冷，热不是很热。丹东还是下了雪的，你看这地上的雪，感觉走在上面好黏黏的感觉。哇，今天的这个月亮又亮又圆哎。今天早上逛沈阳早市，一名卖鸡架的老板说，来沈阳不吃沈阳最特色美食鸡架，等于没来过沈阳。现在来到丹东了，然后好想吃个鸡架。这个肯德基的这个喷醋鸡架还挺好吃的，爆汁杏鲍菇哈。去吃。哎，在这里看着鸭绿江的江景啊，早上6点半。昨晚睡觉前想啊，挺不可思议的，我竟然躺在一个距离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土朝鲜只有几百米的地方，感觉近在咫尺。有人在江边散步啊，可以看到朝鲜对面的塔吊落完树叶的树木啊，建筑上覆着白雪。视频天网监控区域，清晨时分的丹东对岸的朝鲜，鸭绿江也不宽呀，大概也就200-300米吧。能听到对面的朝鲜语播报哈，可能是在播报新闻。对面也是白色一片一片的啊，积雪未化。那边楼房是挺多的哈，最高的话都有20多层。也有小鸭、野鸭子吧，在鸭绿江上游泳，看上去这么活泼啊！那清晨的景色真不错。如果你听得懂朝鲜语的话，你都知道对面在讲什么，听得还挺清晰的。丹东是中国最著名的中国朝鲜边境城市，在夏天的时候，丹东的旅行社生意还是挺好的，但是冬天呢，这些旅行线路全部暂停了。但我们可以一边看着朝鲜第4大城市新义州的风景，一边听听丹东的导游是如何介绍这里的。我相信咱们在座的来我们丹东来玩的，他都是奔着这个与我们一江之隔的神秘的国家来的啊。那朝鲜的全称呢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，它是目前为止全球唯一一个现存的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。他们国家现在的生活水平相当于咱们国家60年代、70年代老百姓啊一起干活挣工分用的呀，还是这个供应票，就跟咱们说吃大锅饭的那个年代是一样的啊。那咱说在朝鲜这个国家，一个普通工人
人一个月的工资大概能有多少钱？在朝鲜这个国家，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折合成人民币是38.6块，一个月40块钱，你说能够花吗？哎，够花。那为什么说够花呢？大家听我一点儿点儿慢慢往后讲啊。咱就说朝鲜这个国家国土面积是12万平方公里，其中80%是山脉，咱们叫长白山，他们叫白头山，我们是一脉相承下来的啊。那适合耕种的面积只占了5%，因为种的地少，粮食少，老百姓吃的就少。那在朝鲜，一个成年人一天的口粮是多少呢？7两。7两是多少呀？就是咱们国家这个中不溜儿这个馒头啊，一天撒馒头的量。哎，所以说咱们看朝鲜人啊，特别瘦，干瘦，是因为他们吃的少，吃不饱。但是你别看他们吃的少，他们吃的都是纯绿色无公害的食品啊，因为在朝鲜这个国家是不允许你使用农药和化肥的啊，也没有什么防腐剂呀、添加剂呀这些东西，不像咱们国家现在啊，食品安全问题全是科技与狠活啊。金主席吃的胖呀，金主席吃的胖。哎，朝鲜一共仨胖子啊，这仨胖子是谁？咱们自己脑补一下啊，其他人都瘦，都吃不饱啊。写着停业已经15年，你看到处贴着白纸黑字招商引资。这里是大船瑜伽，以前是餐厅吧，丹东洞迁。从昨晚到现在啊，我就发现沿江边有好多的一个 KTV 啊。我在沈阳，我几乎没看到积雪了，但丹东还挺多积雪的。1个小时算多少钱呢？没算，俺们就1月算，一个月，啊，就1月算。1个月1200哈。啊，对，就这些钱。一天工作3个半小时，每天工作3个半小时，一天的薪资40元，也就是时薪差不多10元左右啊。今天呢是周五啊，明天是周六。常看说视频的朋友知道，我是挺喜欢到了一个地方去拍一拍当地的早市集市的，特别是中朝边境城市丹东啊，它的早市我是不会错过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先来踩个点，看看这个早市大概的一些样子啊，为明天热闹的周六早市做一点准备。还要原味的。这个，你底下那个。现在我们去一个岛屿，叫月亮岛。这个岛位于鸭绿江的中心，可以说是国内能够最近距离看到鸭绿江对岸北朝鲜的一个地方了。
沿江边的这条主干道是一条单行道，在丹东是有共享单车的啊。咱们沿着鸭绿江慢悠悠的走到对岸的月亮岛，它是一座立于鸭绿江水域里面的岛屿啊，那可能也是整个中国能够最近距离看到朝鲜景色的一个地方了。今天丹东的气温还挺暖和的啊，最低零下7度，最高7摄氏度，感觉没那么冷哦。感觉辽宁沈阳比这还冷，辽宁沈阳已经达到零下10度左右了，但是辽宁沈阳还没怎么看到路上有积雪，丹东还是能看到有积雪了。因为在网络上我看到有视频，一些朝鲜的女工在中国的边境城市，比如丹东的餐厅里面工作。那么在给用餐的客人呢表演朝鲜的一些歌舞，所以我来到丹东呢，我也想了解我去哪家餐厅用餐呢，能看到地道的北朝鲜的一些歌舞人员的一个演艺表演。刚才走进一家鸭绿江边的餐厅询问，他们说是有这项演出跟服务的，但是呢需要付费买票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在这家餐厅用餐，那么你花钱请这个朝鲜女工给你表演，她给你表演2首曲目，一首是唱歌，一首呢是表演这个古筝啊，持续大概7、8分钟左右吧。票价是288元，只有1名朝鲜女工给你表演。然后我问这名表演的女孩是中国的朝鲜族女孩还是北朝鲜的女孩，她说那当然是北朝鲜女工呢。288元1名真正的朝鲜女孩就给你表演2首曲目，一首唱歌，一首弹古筝。这个过程呢是不允许拍照的。你看江上好多鸭子啊，感觉像是野鸭子。我们能看到对面的辽宁天一实业啊，它是有汉字跟朝鲜语的。你看这江边哈，独门独栋的别墅啊。你看，这是一片水中的杂草，还有人在江里面钓鱼啊。但是这一片浸泡在水里的杂草，他们是怎么过到对面的？哇，你看江边那么多的江景住宅楼啊，写字楼。相比之下，朝鲜那边这个像这么高的楼房就少之又少。这月亮岛哈，因为它在这个主航线中国这一侧的，那自然就是中国的。上面应该布满了这种酒店公寓，扫雪机就没扫到这个地方，特别难骑，还很滑，咯噔咯噔的。前面有一座铁桥，叫界河明珠月亮岛。昨天一名当地司机说，现在来丹东就没那么好。他说，因为你现在这个时间来，绿色少了。有人用一些比较专业的钓鱼设备在那里钓鱼。岛上呢，能看到一些颇有欧式风情的建筑啊，威尼斯建国饭店，温泉饭店。这水中的涂滩原本是种满了一些灌木的吧，现在都没了哈。这月亮岛上的酒店好像都挺爱起这个西式的名字的，比如说眼前这一栋叫斯维登度假公寓，感觉很洋气啊，能卖个好价钱。
到这个自行车上不去了，只能我看对面能不能过去。这里写着月亮代表我的心，丹东新区月亮岛啊，丹东新区的。那么我们看这个图片航拍图就是这样的，会有点那个长沙橘子洲头的那个感觉哈，就是一个长长的椭圆形啊。China 丹东，对面一栋大楼上写着4个大字“东方测控”。这个岛还能骑自行车过去呢，还免票的啊！这个鸭绿江风光，停下来看一下鸭绿江的景色吧。哎，这桥上的人行道还铺了红毯啊，防滑的，那底下是塑胶的，还挺好，像是电影明星走红毯一样。逆光哈，鸭绿江，我不知第一次看鸭绿江了。其实看朝鲜的一些乡村啊、城市啊，我去到过比这里更近的地方，也就是长白朝鲜族自治县。所以说，我们丹东的这个月亮岛上的房子也有东北小三亚之称，它叫界河明珠，也是我们丹东的超一线江景房，因为它离朝鲜特别近啊，直径距离400-500米这样啊，所以说它的房价是特别高的啊。那当年这个界河明珠在开盘的时候，还是由咱们国家著名的这个模特谁呢？林志玲来给我们开的盘。我们丹东当年18线小城市能把一个大明星都请来啊，在当年还是挺轰动、挺牛的一件事儿啊。那咱们国家著名这个演员谁呢？孙红雷，他丈母娘啊就住在这个岛上，他媳妇儿呢也是我们丹东人啊。这岛上还有公交线路通行的，那么还有校车、养生会所啊，可以说是一个浓缩版的城市啊。好，在岛上随便溜达一下，岛上。落光树叶的树木，光溜溜的。这里立了几个望远镜，啊，扫码能看望远镜对岸的。对面是个码头吧，停了好多轮船。不用望远镜也能看到，对面的话有4-5只大烟囱，还有一些港口的设备设施啊，轮船啊。在鸭绿江对岸，与中国丹东隔江相望的是朝鲜平安北道的省会城市新义州。这里是朝鲜最重要的边境城市之一，也是中朝之间最核心的陆路通道。通过中朝友谊桥，新义州与丹东直接相连，铁路、公路在这里汇聚。与我们一江之隔的对岸就是朝鲜的第4大城市、第2大工业城市新义州，朝语叫新义组。它在朝鲜的地位是相当于咱们国家的广州和深圳，是朝鲜一个重要的经济开发区。朝鲜呀，所有重要工业企业啊，全部集中在这一片。一方面原因是因为这块是边境口岸，方便于跟我们的贸易往来。那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是朝鲜的门面担当。哎，我们都知道它有粉儿啊，往脸上擦嘛。都说朝鲜穷，啥也没有，人家朝鲜人也要志气。哎，谁说我们穷啊？说我们什么没有？哎，我们啥都有。所以说他把他最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全部摆在这16江边了。今天往上走，我会一一给大家介绍，这个是朝鲜的什么工厂，这个是朝鲜的什么企业啊。那
那我身后也有一座白色的桥，这个桥连接的是我们丹东的一座江心岛，叫月亮岛。那这个月亮岛上有啥呢？哎，小区居民楼、酒店、咖啡店、宾馆啊。听到他们说的是朝鲜语，中国的朝鲜族吧。朝鲜黄金玉直营店。岛上的公共洗手间。丹东防伪印章。威尼斯酒店。哇，这里到处在出租一楼，出租稀有的江景办公室，也挺冷清呀。旺铺转让，旺铺转让。这还建了一个鸭绿江美术馆。界河明珠月亮岛，这个地方国际度假特区啊。哦，这个人迹罕至的感觉。丹东沿江边的咖啡厅已经，这里有一个党政军警民合力墙边固防。小区的一个空置率也挺高的，一眼望过去，这个雕塑叫悖据的据啊。其悖论导致判断陷入否定之否定的困境，而循环往复永不停止的质疑与否定性的思想由此诞生。你看，那个是采砂的船吧？朝鲜那边的轮船也在不断作业啊。左边一侧就是丹东市城区，在月亮岛的一个步行小道上骑行。这个小区好冷清啊。这雪根本不化。这有个网球场，哎，感觉自行车踩在上面软绵绵的，挺有趣的。现在我们就走到这个小岛的一头了，北朝鲜还更近啊。鸭绿江印象。这是假的椰树，在北方呢，常能看到这些作为装饰的假椰树啊。哦，它就很像一艘巨大的轮船啊，船头的感觉。但是太阳被阴云挡住了。前面就是著名的丹东景点啊，鸭绿江断桥。
就跟中国这一侧很不一样。像按理说啊，这个江边都是寸土寸金的地方，像朝鲜那里，你看那一片都是这个小公园的感觉啊。咱们这边就是恨不得每一寸土地都将它物尽其用。看到那艘小船没有？上面站了5、6名男子吧，飘着一面朝鲜的国旗。昨天住的那个鸭绿江景房啊，200多，今天换个便宜点的，能省一点是一点。这个也挺不错的，还可以的。太阳还能照进来。这个是淡季69元哦，一下子省了100多元，能吃一顿大餐了。这也挺干净的，而且这个是一个年轻女孩在前台哈，好像她家开的。家庭酒店宾馆挺不错的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哦，有空调，哇，你看还有一个这个是75寸的大电视呢，还挺温馨的。这地方虽小，刚才看了那个中朝边境一日游啊，好吸引我呀！我觉得就158块钱能去那么多的地方啊！但是呢，他说现在已经没有那个旅行线路了，因为淡季了，那个就取消了，只有旺季的时候那个线路才有。哎，我自己光是打车坐车去都不止158块钱，去那么多地方，还有那些还包括门票，还能看到真正的北朝鲜女孩跳舞。以及这个朝鲜女孩讲解，看来这个季节来，这家宾馆面朝着公安部门哈，太有安全感了。哎，怎么丹东这么多单行道的？沿江的是往北的单行道，那么靠近里面的是往南的单行道。去找到一家餐厅吃饭，离这里有2.6公里。车辆起步，请站稳扶好。请您站稳扶好。各位客您好，请给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，我们向您表示感谢。市公安局车站到了。시공안국역입니다。车辆起步，请站稳扶好。前方到站吴伟路。다음역은 오위로역입니다。这个公交站叫金海新村啊，今天是这样的。这家店藏在一个小区里面，找到这家店了。现在都1点了，里面还这么多人。1点了。看一下他家的招牌啊，最火是招牌土豆饭28元，其次是牛肉汤饭40元，辣焖明太鱼28元。这看上很暖啊。这是咸菜啊。
荐最多的就这个。这个饭好吃。这个酱牛肉还挺好吃的。又点了一条这个鱼啊，还挺大的，一个人吃的能吃一半就不错了。这个辣焖明太鱼。这明太鱼甜辣味吧，有一点点甜，有一点点辣，上面有一些这个应该是胡萝卜丝吧，还可以吧，挺下饭的。它盛一碗饭来的时候，这个特别烫，这个手差点接不住，太烫了。28块钱这一条，我觉得还是有点性价比的。这个牛肉的话，被人强烈推荐的话，倒没觉得特别惊艳，还可以吧，只能说。这个炕是挺暖的，甚至还有点烫屁股，我觉得坐久了还有点烫。这个腌黄瓜不错，好吃。这里是鸭绿江边的志愿军公园，远处能看到朝鲜的这个住宅楼哈。看，离朝鲜是真的近啊，近在咫尺啊！我的天！那么对面呢，就是朝鲜的一个江中小岛吧。看，一排排的住宅楼啊，红白相间的啊。那在朝鲜啊，人家特别有2大罪是特别严重的。第一大罪是啥呢？就是这个叛国罪。啥叫叛国罪呀？知道咱们这边生活条件好，想从他们那边偷摸的往这边跑，说白了偷渡过来的，这种的被逮到以后啊，是得用像我小拇手指头这么粗的这个8号铁丝，从他的锁骨给他穿过去，各个生产队游行，最后是要进行枪决的，并且他一个人犯罪吧，全家都要受到牵连。这在朝鲜叫株连9寸，朝鲜的辈分是按寸算的啊，1寸、2寸、3寸，相当于咱们国家说的什么株连9族，是特别严苛的，这是他们第一大罪。第二大罪是啥呢？第二大罪就是这个造假罪。咱说在朝鲜这个国家呀，农药化肥它都不允许使用，并且它所有的工厂企业全部都是由国家把控经营，国家把控生产。我们生产的这些东西就是给我们老百姓吃用的，并且它罪行是特别严苛的。所以说，在朝鲜老百姓不存在，他也不敢造假。真咒文明编名啊，下面是有中文、朝鲜语、英文3种语言。那么近，那么远。过又过不去，但又近在咫尺，挺漂亮的亭子，叫畅远亭。因为这里很开阔啊，在江边散步。中朝边境温馨提示：请勿与界外人员交谈、交换物品。鸭绿江的这些像白色的鸟哈，还有黑色的鸭子。这些鸟的话还会游泳哈，下可入海，上可上天，但是感觉空空荡荡的对面。
鸭绿江位于吉林省、辽宁省东部边境，是中国与朝鲜的国际界河，发源于长白山南麓，流经长白、吉安、宽甸、丹东等地，沿中朝边境向西南流，汇集浑江、胥川江、吐鲁江等支流，在辽宁丹东的东港市附近向南注入黄海。鸭绿江干流全长814.8公里，流域面积64000多平方公里，其中中国侧流域面积32000多平方公里，辽宁段为16000多平方公里。游鸭绿江的人回来了。我们看啊，收费标准，成人60元一次。有往返时间30分钟，那么游船呢，在鸭绿江上还是改不了口，老是说成鸭绿江，正确应该念鸭绿江哈。那么游船呢会看到，朝鲜的这个军人哨所、粮食发放所、歌舞剧院、朝鲜的学校、朝鲜民校、朝鲜医院、当地居民楼科技楼、原造纸厂、购物中心、太阳塔下、朝鲜人民公园、志愿军过江处。以上是阿树闯东北的第48期内容。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，请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，这会支持我分享更多的影片。好了，感谢收看，我是阿树，我们下集丹东继续见。